这下应该非常具有冲击力了。但它应该还好吧？大家好，解析系列正式来到第3集。那跟前面2集的模式是一样的啦。今天我要来介绍8极拳里面一个可以说是最出名、最多人讲，但网络上也最多奇奇怪怪说法的招式——贴3靠。今天会跟大家分享2种用法，以及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贴3靠的观念。那一样话说在前面哈，这个系列是解析，不是教学，所以你不能说看完之后我就变成8级高手，没有，不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第一种用法也是最接近6大开原型的用法，这个用法是这样的，你出一拳来，你可能要先往前站一点。各位可以看到，我刚刚示范的时候是利用第一手的虎形，他拳来的时候用第一手的虎形推进跟对手的距离，然后切进去之后，我才做靠撞的动作。那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这招的使用时机啊，并不是远远的看着人就这样子冲进去要撞他，不是这样子。它更合适的时机是你跟对手已经贴到很近的距离，大概这么近的距离，已经很短了，几乎你用拳用肘都可能没这么好发招的时候，再用你的肩膀去做肩靠的动作。它更适合的应该是这样的战斗距离。当然啦，其实刚刚这个动作最好的状况下是在第一下的虎形，我们慢慢来就好，是在第一下的虎形。就直接做结束战斗的动作。那但是如果对方挡住了，或者他侧半步，我用虎形把他后手逼出来，然后换步再靠进去，这个才是贴3靠。我认为比较合理的使用方法。我们在讲手上3节啊，肩肘手，其实它各自有合适的发力距离跟击打的距离。那利用肩膀来靠，属于一个极近距离的打法，难度跟危险性呢都会比较高一些些。一般来说啦，除非是敌人打入太深。我接拳的时候，他已经打入太深了，我没有空间可以使用，或者是说贴近扭打的距离还没有结束战斗，我才会使用到肩靠。不然呢，选择在手或者是肘的阶段处理到这个问题，会是我自己的习惯。再来第2种用法，这个用法呢又会看起来跟上一种甚至原型都有点不太一样了。那这个用法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动作跟上个动作呢看起来差距不小。但一样有一个大前提就是预设对方的拳来得快又猛，然后我的距离近到很近，我先挑起来进肘，这一肘被挡住，距离已经很近了，我才做肩靠的动作。那如果说他的拳来的时候，我挑起来这一肘进去，就已经顶到他的心口了，那其实就已经结束战斗了，是因为他挡住，我才会再做一个肩靠的动作。所以呢，跟刚刚一样如果在第2节可以解决问题，我为什么要打到最里面来呢？这个是一个危险性的问题。当然啦，这也是为了示范靠法，不然呢，以状况来说，第一轴破了对方身形，他拳来，第一轴破了对方身形之后，其实呢，我可以用抹切轴，或者是用降龙，直接结束战斗，不一定要用到靠法。那为什么用靠？为什么这样靠？还有到目前为止示范的这2招，为什么都跟6大开里面的贴3靠有一点不一样？这就是我接着要讲的，也是这支影片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。贴3靠到底是什么？贴3靠的原型是这样子的，我先示范一次。那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呢，或者是你自己有练过的人，你也会看过这样的练法，有一个对靠的练法。那这样子的东西呢，如果你单纯看着贴3靠的招式外形，你想要去对这招做出一个应用的解释呢，通常你会得出这样的结果：假设敌方来一拳，我用狮子开口接，然后撩他的下阴，接着他接住之后呢，虎形往前抓，带下来，然后换胯撞进去。这样子的用法有没有可能出问题？有吧？如果我今天示范的是这个做法，一定会有人说：先生，你打架动作这么多，到底有谁会先接你一个狮子开口，然后再接你一个虎形抓下来之后，然后再等你来撞他？动作也太多了吧？有没有人看过这样子的打法？我现在没见过，我真的没有。如果有，麻烦你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
那问题是贴山靠没有用吗？还是八极拳里面鼎鼎有名的六大开其实也是有问题的东西，骗钱用的吗？其实都不是。六大开到底应该要是什么呢？是6种杀招、6种打法。在我自己练了这么多年的体会里面，六大开它比起杀招或是打法，它更接近是6种功法。六大开更重要的部分呢，其实应该是借6种八极拳里面的招式的排列组合来训练身体的6种感知或是能力。招式本身不是不能用，但你不一定要照着六大开的组合方式来使用。比如我刚刚前面示范过的2种做法，你有看到哪一种有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是狮子开口接虎形1圈，虎形第2圈再靠撞，有吗？你有看到吗？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打架不会有这么多招，接手1回合2、3个动作内，我们就希望打出一个结果，不然很容易变成缠斗打烂架。那这么多重点组合成一组动作，光是这个下捋就做了2次，手转了2个大圈，很明显打架不会有这么拖沓的节奏。这样要干嘛？我认为从虎形开始的所有动作，都专注在让练的人做一件事情，也就是把身体练整、练松。撇开手不看，在这套动作里面，如果我都不做手，你的胯要先往前探，接下来往后收。然后翻胯换胯，落地之后整合在一起，再往前挤出去。这动作如果我把它做得大一点，对轮再低一点，然后我不跟你说这是武术，你会不会觉得它很像是某种瑜伽或伸展动作？那如果再加上手的整合，双手的整合，透过2个大圈来凝聚身体的力量，最后落步发力，在这个过程中磨出来的。把全身的力量凝聚之后，靠撞的能力，以及双人对靠的练习里面练出来的撞击的体感，才是我认为贴山靠比较重要的重点。而只要这种靠劲上升了，你知道这个靠撞的方法了，其实接手到哪里都可以靠，因为一换胯身体就可以整，一换胯身体就可以整，整就可以发，动作越来越小，越来越看不见，处处都是用法。比如说像这种，他随便出1拳来，就可以撞，就可以靠。这是因为我用的是肩，如果他今天出这一拳来，我用的是肘，那也是靠。他再出这一拳来，我用的是拳，那也是靠。处处都是靠法，处处都是靠撞，这就是雄形。所以才会有前面示范的2种组合的用法。其实手的动作是外向的组合，我在2种用法里面都同样做了换胯凝聚之后发力。现在看懂之后，你可以再回头去看一次，你会更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好，感谢大家看到这边。6大开啊，是八极拳早年的不传之秘啦。只是现在网络发达，其实你随便一 Google 一查，你都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讨论。渐渐的，这东西也不再这么神秘了。不过网络上的讨论千百种，各家呢也都有自己的看法跟经验的总结。我这边在讲的呢是我们的练法跟用法。我可以坦白的跟各位说，因为是解析不是教学，我尽可能取好懂的部分来说明。真的要练下去啊，其实有更多的重点在里面，这部分我必须讲清楚，以免误导大众。但无论如何，我讲的是真的，也是我自己验证过的内容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理解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老实练拳，认真度日，我们未完待续。横武练习场的开课资讯呢，已经公告在我的各大平台上面了。对八极拳或者是武术有兴趣，想要深入了解跟学习的朋友呢，可以透过那些资讯来跟我做联系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跟我实体练习，没有办法跟我实体学拳，但是你却还是想要持续支持我产出好内容呢，你也可以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，每个月只要75块钱，我也会尽力安排一些只有会员才有的福利给大家。老实练拳，认真度日，我们江湖再见。这一次我不往前了，因为地板真的很滑，金师傅。你今天晚上到？耶，再来一点，来。